按照宫崎英高的介绍，这个 DLC 是他们做过的最大的 DLC， 绝对是量大管饱，一边探索一边推主线，预计会有30到40个小时的游戏内容。相比起本传60到100个小时，也算得上是非常有诚意的了。知道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啊，在原版剧情里面有一位半神米凯拉，虽然没有露过一次面呢，但到处都是这个人的传说。那位女武神一生都在守护米凯拉，但是和碎星拉坦将军大战之后，米凯拉就神秘消失。在原作中给的解释是，蒙格借机掳走了米凯拉，为此建立了鲜血王朝，想扶持米凯拉成为女神，自己当上艾尔登之王。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这么关键的一个人物，在游戏里面我们却只能见到他的一只胳膊，这很明显就是没讲完嘛。所以这一次的 DLC， 咱们就要追随米凯拉的脚步，来到幽影之地寻找真相的故事。这一座 DLC 为了限制玩家刷高等级，直接来幽影之地砍瓜切菜，并把这个 DLC 的敌人数值给提升到了一个很离谱的程度。走在路上，随便一个小怪都能给你表演一个血条清空术。装逼我让你飞起来，相信不？你看 DLC 的开头，这满地的墓碑，是不是都是打 DLC 死掉的玩家呀？所以呢，这一次的游戏有一个幽影树碎片的机制，捡得越多的话，你的数值补正也就越多，相当于单独给 DLC 幽影地图做了一套独立的成长，这也能让玩家更有探索整个新地区的动力。这时候呢，有的小伙伴就要好奇了，魔丸魂游的挨上一刀就得喝血，2刀下去直接重开，死了还得跑路捡魂，犄角旮旯全是老六。要是这拐角里面不藏点什么，还得锐评一句：咦，没魂味了，是不是天生都带点那个什么属性啊？说实话，我以前对魂系游戏是毫无兴趣的。奇怪的上手手感，诡异的通关难度，生涩的谜语剧情，在几次尝试之后，依然没能让我真的玩下去。但是法环的出现让一切都改变了。在以前啊，一个 BOSS 打不过，那就是真打不过了，要么卡关汽油，要么扭过头来去把以前打过的怪物刷上个几10遍，升了级再过来。就比如说，当时我就刷了好几关高墙才去打的第2关，这个过程枯燥得很。但在开放世界下，新手教官打不过，你给我等着，我直接扭头把南边全部打一遍，装备准备好。要是后续再卡关，还可以去高级图里面猛猛跑酷，啥怪都不打，就抢各种地图里面的东西，什么陨石杖啊、猎犬长牙、龟壳盾、尸山血海、腐败吐息、彗星亚兹勒，这些还拿不下你？再不行，还可以去高级图里面的赐福点旁边猛猛刷怪，等级高了再回来。你想要多难，完全取决于你想要怎么去玩。所以艾尔登法环绝对是每一个非魂玩家的第一座魂游。那高等级过来就能碾压了吗？也不行。每关的大 boss， 即使在你有装备的情况下，还是保留了相当的挑战性。想要打败他们，还得有你自己的游戏理解。就拿 DLC 里面的新 BOSS 们来说，就比如这个坐牢骑士啊，一手机关枪，一手大剑，能远能近，伤害还特别高。但这种大开大合的攻击方式，正好适合拿来练弹反。又比如说这个亚人剑圣，打起架来超级灵活，用大剑去挑战，还没出招呢就被砍死了。哎，这么小一只，韧性一定很差，直接摸一把能取消的支剑和他对着莽，就能砍到他根本还不了手。学习敌人的套路并探索解法的过程，就是魂类游戏最好玩的地方了。当然，宫崎英高这么设计，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对游戏有更多的讨论，大家会想尽办法去让自己变得更强，就诞生了各种神奇的流派。想要玩力大专飞的猛男型角色，直接双手大剑跳劈战；想要玩回合制游戏，看我盾牌戳流；就想缩在后排打输出，我开荒就是一个法爷，前期陨石杖，后期鸭子乐。再来一个大哥泪滴，打 BOSS 只能说我们俩实在是太强了。后期老婆拉宁公主还会送我们一把暗月大剑，这把大剑也是魂系游戏的标志之一，很多作品里面都有出现，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更离谱的是，去网上搜无用之人，你还能看到一群不穿衣服的1级角色通关各种 BOSS， 还嫌这游戏不够难，自己上难度是吧？
但是这一次，宫崎英高说了，这可是法环里面最难的部分 ，BOSS 们可真是太有数值、太有特效了，伤害高、韧性高，各种全屏 AOE 加疯狂连段，还有这种360度无死角攻击的，这是生怕我能躲得开吗？挨1刀就半血，挨2刀就重开。看别人打全盛时期的碎星将军，我怎么有一种无用之人大战神仙的感觉？好，别忘了这是一个 RPG 游戏，于是就诞生出了各种邪道，比如无视负重，把减伤和韧性叠满，和 BOSS 对着锤的猛男流派，直接召唤几个最弱的小弟，自己在后面给大伙们加血的宝可梦流，还有这种进门前一套广播体操，把各种药水 buff 全部叠满的嗑药猎魔人流，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艾尔登之王。宫崎英高的游戏地图设计也是一门艺术，与其说这是一个大的开放世界，实际上这是一个每个角落都被设计好的大箱庭。比如本传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王城下水道，这个迷宫里有着完全一样的3层结构，推着像是鬼打墙，简直阴间。不过为了玩家的体验不至于那么阴间，联网的时候会有一个留言板和血迹系统，正面墙后面有隐藏墙壁，那个拐角后面有老六蹲着，根本不用查攻略，好哥哥们直接会在这里留下各种留言。但是因为这个留言系统非常简陋有一些留言可能有一种生涩的喜感。路易16直呼内行。说起印象深刻，不光是这一个个的老师们玩各种魂类游戏最期待的场景，应该是每一次推门的时候，前有绝景，敬请见证。玩魂游最享受的不是开宝箱、做篝火，而是到了一个新场景之后，伴随着眼前的景色蹦出标题文字的那一下，哇！真的是每一次都要驻足观看好一会儿。但不只是好看就比如说玩家第一次玩法环，在求学洞窟推门而出的这个景色，近处的篝火、白面具支线、大树守卫 BOSS 战，第一次和老婆相遇的小教堂，远处的史东威尔城神兽塔，甚至连王城旁边的黄金树，都在这一个镜头里面有层次的全部展现了出来。在震撼的同时，还起到了引导玩家方向的作用。当你一路走来，虽然没有大段的 CG 和对白，但光是这些风景和人物，就能让人把他们背后的故事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刻画的非常传神的一位皆知格瑞克，他其实是一位贪生怕死的王子，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谋杀，对死亡的恐惧让他放弃了人形，转而追求皆知的力量，最终把史东威尔城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对力量的执念，让弱小的他，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让先祖们见证这一份力量。充满了腐烂与破败的盖利德大地，是因为女武神马莲尼亚和碎星拉塔恩曾经在古战场上面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拉塔恩这位有情有义又有实力的将军，哪怕被猩红腐败侵蚀到神志不清，也要用重力魔法骑着他曾经的爱马，镇守这一片土地，直到最后。玩家们在交界地见证着乱世中一个个城池的兴衰，半神的陨落，一路走过看过，最后亲自为这片大陆的故事画上句号。是将法环重新修补，让世界回归原样，还是直接开店，把这个破败的世界烧成灰烬？又还是遵循老婆的意志，让世界不再受制于众神？这种浪漫，各位艾尔登之王们选择了哪一种呢？随着 DLC 剧情的补完，在游戏的本体里面，很多玩家们一直好奇的问题也终于找到了答案。在这片幽隐之地，我们追随本体里消失的半神米凯拉，找到了蒙格囚禁米凯拉的原因，和拉塔恩的旧臣红狮子一起讨伐 BOSS， 与满月女王雷拉娜的妹妹交手，最终见识到了没有被腐败侵蚀的拉塔恩战斗起来到底有多么厉害，给了这位老将军一个圆满的落幕。对于老玩家来说，黄金树幽影是一次补完之旅；对于新玩家呢，这也是一次入坑老头环的好时候。它到底有多么好玩，要亲自体验一下才知道。Thank you for guiding me here, the one who walks alongside flame.Shall one day meet the road of destined death.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天理，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